为什么这些少者6年、多者14年的都没有去的？可是今年大概在1个月左右还不到，通通大概都去的中国进行访问嘛。这当然一定有他们的目的嘛。造就这个原因大概很简单嘛，因为这些国家也都看出来，川普上台之后，他更多的不管是远亲，我们讲远亲就是包括亚太的日韩，以及包括欧盟这些国家嘛，还是近邻。近邻就是2个嘛，就北边的加拿大跟墨西哥嘛。不管对远亲也好，对近邻也罢，相较于主要的传统的对手，不管是俄罗斯的普丁，还是中国大陆的习近平，他发觉到说，川普对远亲跟近邻那种谩骂、羞辱、关税、压力，完全比传统的，不管是北京也好。或者说俄罗斯也罢，中英两国的关系啊，最近因为英国首相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啊，看起来有回暖的迹象。英国首相施凯尔在29号呢，他特别访中，在北京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他表示呢，英国希望和中国建立更成熟的关系，两国寻求修补因为多年的间谍丑闻还有地缘政治紧张而受损的双边关系。中英两国元首的会谈呢，这次大家算了一下，大概80分钟左右。那这次施凯尔去呢，可以说是成果丰硕啊，因为他带了整个一个商业的非常庞大的一个访问团，包括达成了像是免签旅行协议，还有调降威士忌关税，以及这个 AZ 啊这家非常知名的制药厂商阿斯特捷利康会投资109亿英镑在中国大陆境内要新建制药相关的制造设施。而在16号啊，我们知道加拿大总理就是卡尔尼呢，他才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啊，双方也签署了一项经济协议啊，承诺要维持开放的沟通管道来解决农产品贸易等相关议题。这次很特别的是，大家算了一下，才2026开年才第1个月哈，已经大概有7到8个国家特别。大家看了，包括刚刚提到的加拿大，还有这一次的英国，还有芬兰，然后呢，像是南韩啦，还有包括爱尔兰也是啊。那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说，5眼联盟当中现在已经有2眼过去了哈，加拿大还有英国都去了哈，这值得玩味哈，这是大动作的在此时加强对中关系。虽然川普方面已经放话警告，而且他说是提醒也好，是警告也好，但是这些国家仍然决定走自己的路，大家怎么看？他们的盘算很简单，这2个英国跟加拿大的领袖呢，就是一个是对冲，一个是都套句金融术语啊，一个对冲，一个是避险嘛，就因为被美国给逼的。先说英国了，这英国呢，在2016年的英国做了一个不是民粹性的决定吗？脱欧嘛，脱欧对，脱欧之后他觉得不需要欧洲的市场，他当时寄望美国的这个市场。美国可以给英国很多的一个经济的取代这个欧洲的市场，可会发现这些年来，美国给他英国的一些援助或者贸易关系或者科技的交流，远不如他原来所期盼的，所以他对美国失望。但拜登之前都一算，就后来的这个川普呢，可以说是这个对不起啊，250啊，让这个英国更为失望，所以他觉得那我一定要试试看，中国是另外一个可以取代的。英国呢跟中国的关系过去曾有一段时间的冰封期啊。还有 frozen period， 根本两个关系并不是很好。对，那中英的关系过去也经过很多跌跌宕宕，经过一些起伏嘛，就大家都很清楚。也是当然我们中国的鸦片战争第一个就跟英国搞的，所以呢，英国跟中国的是完全是以利益取向。那么中国这个时候呢，他刚好英国等于说是5眼联盟也好，或大英国协也好，他是领袖国啊，领头羊的国家来美国来中国访问，他当然欢迎了。尤其这个斯凯尔呢，他是本来跟川普关系还不错，可后来被逼的呢，开始对川普的最近的言辞也有些严厉了啊，所以因此呢，这个斯凯尔去访问中国，中国乐见跟斯凯尔到北京来，而且全力协助他，不但是政治层面，跟他的商业的代表团也有很多的订单，这都是例子。所以英国呢是一个背景。第二个加拿大呢，我想就更明显。但我个人过去在加拿大服务过啊，加拿大开馆啊，所以跟加拿大的关系呢，也了解加拿大的民主性。加拿大是这样，加拿大过去呢这些年来，他对美国是百依百顺的。加拿大是都听美国的。当初呢，加拿大在那个听说是比美国在更早时期，加拿大想承认这个美国呢，不承认中国，结果美国说不行，那加拿大就一直延到后头，所以中间是有一些
对啊，对美国言轻计从，所以过去有个惯例，加拿大的总理啊，被选中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外国啊就是加拿大，不，这就是美国。美国总统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加拿大，这两国变成一个兄弟之邦。所以因此呢，这个川普上任之后，一连串讲对加拿大很不友善的话，什么加拿大第15、11州等等，把加拿大气到不行。当然，讲到这个 Mark Carney， 这个 Carney 这个总理呢，他的背景又不一样，他不是政治家出身，他是银行家、金融家，过去当过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央行总裁，同时也当过英国的央行总裁，对，就是很特别例子，这很特别。对他，所以他基于这个国际观、国际金融的背景，所以他的看法比较务实。他也看到中国它市场的潜力，和中国对加拿大可以带来很多的帮助。所以因此呢，所以他过去而且还有一个背景啊，加拿大在2018年呢，英国是在2016年的这个脱欧带来一些挑战。加拿大跟中国关系在2018年孟晚舟事件的中加关系很低潮，所以因此呢，卡尼下来之后，他觉得希望能够带来一些可以说重新恢复。我最近看到一篇社论啊，它的标题也很有趣啊。他说，其实中方，特别是习近平，应该要谢谢川普，对，因为他把中国大陆这边跟西方国家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哈。那所以啊，川普当然一定不满意哈，所以他也公开示警，他就直言说，英国跟中国大陆打交道是非常危险的。可是针对川普的警告呢，英国首相府也回应说，华府事前都已经知道这次呢，施凯尔去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还有访问的目标。这句话更酸了，他说，更何况川普本人自己也预计4月你自己都要访问中国大陆，那为什么你可以去访问中国大陆，我就不行呢？啊，言下之意是这样啊。金融时报也指出呢，在川普扬言夺取格陵兰呢，同时还因此一度威胁说要重新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盟友加征关税以后呢，西方阵营就开始出现裂痕了。当然，这也使得北京有机会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遇。所以吴越老师哈，因为现在就拉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长期以来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现在看到美国行，但是我们不行，当然一定会觉得很不合理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我想说，刚刚大使讲的，还有主持人讲了几个问题哈。就今年如果讲开春以来，1月份以来，那除了去年年底的12月马克宏嘛，包括韩国的新任总统李在明。那我为什么要稍微讲？因为他是6年来第一个韩国总统。是。好，那包括爱尔兰总统的 Martin， 他是14年来，爱尔兰第一个总理访问。好，当然包括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他是8年多来加拿大总理没有访问过的，芬兰的总理2017年以来没有访问过的，英国的首相也从2018年以来通通没有的。对，是8年。重点倒不是说这些人集中在，而且马上德国总理会的，对，因为德国跟法国本来就跟中国的关系常态性互动嘛。说为什么这些少者6年，多者是14年的都没有去的？可是今年大概在1个月左右还不到，通通大概都去的中国进行访问嘛，这当然一定有他们的目的嘛，这第一个。那第二个造就这个原因大概很简单嘛，因为这些国家也都看出来，川普上台之后，他更多的不管是远亲，我们讲远亲就是包括亚太的日韩以及包括欧盟这些国家嘛，还是近邻就是2个嘛，就北边的加拿大跟墨西哥嘛。对。啊，不管对远亲也好，对近邻也罢，相较于主要的传统的对手，不管是俄罗斯的普丁，还是中国大陆的习近平，他发觉到说，川普对远亲跟近邻那种谩骂、羞辱、关税、压力，完全比传统的，不管是北京也好，或者说俄罗斯也罢嘛。那第三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因此很多的国家当然就会采取一个所谓的双重的黑菌嘛，因为不管怎么讲，美国基本上是一个高关税的，虽然它是一个最大的市场，但是中国基本上它还是全世界，它有2个特色，一个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就是刚刚顾问讲，它去年超过1.2兆美金的贸易顺差，第二个它是全世界第2大的进口国嘛，所以很多的国家当然到中国去就想做几个嘛。这第一个来讲的话，是不是他们跟中国之间传统上贸易处在一个对这些欧洲国家都是逆差的，能不能有所改善？是。第二个，中国市场能不能进一步所谓开放嘛？
也在做黑钱的工作。但是我想说，现在来看还不太准，因为这些国家也都很清楚的，后续性的关系取决于几个。第一个还是取决于美中新型的大国博弈，这第一个。第二个也取决于什么？也取决于川普到底跟这些传统的盟邦、欧洲的盟邦未来的互动是什么？第三个也取决于他们现在跟中国之间所达成的双方的经贸协议到底能不能具体的落实嘛？所以我们之后看到一个趋势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但这个变化是不是会产生一个所谓各方原来就有一致性的预期结果？我想说这才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好，这个我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很让人好奇的是，会不会未来从一个多边原本的多边变成说像单边就可以来进行所谓的经贸的协议啊，这样的一个惯用变成反而是以后的惯用模式，因为川普的关系。那当然，我们刚才讲说1月份已经有多达7到8个的国家元首，接下来还有这个德国啊，最近可以说是访客不断哦，可以想见中国大陆外交部啊，这是非常的忙碌哈。一个元首可能要访问3天的话，这样加起来也就是1个月过去了。好，那商务部这边的网站则是公布了2025年哦，中国大陆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有70392家，年增是19.1%。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呢，统计是7476.9亿啊，年减是9.5%。那从资金来源地来看呢，像瑞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英国这些国家，实际对大陆的投资分别成长了大概有60%，然后2%，甚至是1.5%左右。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呢，达到1855亿人民币左右。现在看到美国方面是选择淡出也好，退出也好，或者是强调制造业拉回到美国，让美国再工业化哈。但从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初步数据来看，来观察的话，其他国家的对中布局是要跟进美国呢，还是自己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中国路线？顾问你怎么看？好，我想我先讲结论哦，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几年我们一直看美国跟中国在对打。那我们当时都觉得说中国一定会很惨烈可是你如果把2025年的这些数据看一下我说先讲结论，就是说你会看到美国跟中国已经形成一个所谓的竞合，但是是共荣的一个态势也就是说美国这个他要的产业他就要定，川普总统要 AI， 要晶片，要半导体。那他整个建构起来，刚刚我们讲黄仁勋嘛，黄仁勋就是他最好的 AI 大使，他带着他到处中东啊各国去推那个主权 AI 嘛，所以他把 AI 卖到全世界，他要占这一块，那他不愿意，他不让中国染指这一块嘛，所以设备也不给他，甚至晶片也不给他，不让他 AI 发展。但是呢，中国从什么地方把的市场吃下来呢？各位看看，就是说电动车，然后这个我们说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现在可能还没有这么普及，但是机器人用在很多的领域，不管是工厂的，或甚至我听到我们有一个朋友在大陆做那个扫地机器人，他说哇，最近卖得太好了，因为很多地方工资也涨，人也不好找，哇，这个扫地机器人卖得相当好，美国也卖得很好，所以。你看就是说美国跟中国已经分好了市场了啦，就是这个老实讲，中国的这种低价竞争的策略，然后产能过剩就销到全世界。我们刚刚说，它到东南亚成长10几%，到欧盟也成长8%，所以它整个它的经济并没有我们想的，当然它内需不好，这是很确定，但是外销出口制造业，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数字，你说2025年那个7476亿。美金，当然它还是衰退啦，比前一年也是8000多衰退啦。但是它已经形成了它自己的竞争的优势，它就锁定这一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刚刚在讲很多大国家要去中国，那没办法，他们一定要去啊，因为。甚至我说那个电动车对，很多欧洲的汽车公司都要去跟他合资，没错，因为他民做的比你更好了嘛。对，所以其实各国也都在找自己的出路哈。尤其刚刚顾问也提到竞合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最近当然就是在上礼拜我们也特别讲到所谓的新敌人学，就是呢不是去
歼灭或者是全面的把这个竞争对手阻绝于外，而是怎么样从他的敌人或竞争对手当中的优势去弥补自己现在的短板。我们这几天看到了达沃斯经济论坛啊，在这个论坛上面呢，加拿大总理 Carney 他的演说意外的爆红。怎么说呢？因为他在论坛这个轮到他上台讲话的时候，他直接说出了一句重话。他说呢，现在的世界是强权为刀俎，中小国家变成了鱼肉。Carney 更公开呼吁，认为中等国家必须要结盟，团结起来对抗大国的胁迫行为。此话一出，全世界都在问：这 Carney 口中的强权还是不是中国大陆呢？还是意有所指的，指的就是川普主政的美国。因为呢，就在同一时间，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很不寻常的讯号，就是加拿大正在快速和中国大陆方面融冰。短短1个月之内呢，加拿大出现了一连串的融冰转向的迹象。比如说呢，像是加拿大法院裁定了 TikTok 可以继续营运，推翻了过去封杀的路线。另外，跟中国大陆互相降低这个电动车、油菜籽、农产品的关税。还有呢，中加官方协议恢复接触，经贸方面是明显有回温的。法国媒体呢也直接点名，川普第51州就是加拿大，他觉得非常的羞辱啊。好，那在此同时呢，川普则是不断的向他们的盟友放话，说要夺取格陵兰。这个礼拜看到真的是峰回路转啊，而且呢也说呢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州。当然，现在真的能够变成美国的第51州吗？不管如何，其实呢，从 Carney 最近在达沃斯论坛的这个话，你可以听出加拿大有一个非常深的危机感。可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呢，就是加拿大呢对美国的出口，像是能源啦、汽车、矿产、林业都是大宗，而美国呢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它的出口总额有75%所以它非常依赖跟美国之间来做经济相关的一些行为。好，那以前呢，这个川普虽然有祭出关税的威胁，但是都是透过美墨加协定来解决，双方还是维持着紧密的贸易关系。不过现在听到川普这样讲，也听到 Carney 最近在达沃斯论坛这番话，真的听出了 Carney 非常深的危机感啊。倩姐，我看报道上面是写这篇稿子还是 Carney 亲自撰稿他特别看了又看。然后提醒大家，中等国家必须团结起来。但是刚刚也点出了，加拿大必须面对的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它的出口大部分都是对美国啊，怎么解决啊？我觉得他这一篇在加拿大得到了非常明确的好评啊，大家认为说你这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一个说法，因为你不能否认。面对美国这个绝对强权，加拿大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国家。也不能否认呢，就像川普他会说，没有我们美国，你们加拿大什么都不是，因为你刚刚讲了，中间的依存非常高。从80年代开始，加拿大在美国中间的这种文化自主的呼声也一直是很高的，就是你不要因为跟美国的经济依存那么紧密的缘故，就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那这一次的这些发言呢，让很多的国家大声喝彩啊！可是我觉得他真正背后所讲的是说，现在在全世界地缘政治的规则变了，以前是所谓有规则的秩序，可是现在这个规则呢可以被一脚踢开，什么事情都可以由强权来决定的时候，那么中等国家还有什么选择？那另外有一个它的具体作为的地方，包含了你刚刚讲的 TikTok 啦、电动车的开放啊、恢复接触呢，是说地缘经济的重要性增加了，同一时间它的风险也增加了，因为美国会用长臂管辖，会用刺激关税的方式呢，把地缘政治的实力移转到地缘经济的实力，所以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很多的中等国家的选择，是因为事实上小国是没有机会选的。那些小国只能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里面，它真的就是只是一个 chess piece 只是一个个的棋子。但是中等国家有一定程度的选择，不是每个中等国家都有选择啊。像加拿大，它跟美国的距离这么近，然后它中间的边界这么长，它的选择其实是很小的。但是它在某些地方呢，可以坚持，它不是完全在美国的阵营里面。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地缘政治的规则变了？因为以前在阵营对抗、民主对集权，或者是这个各种结盟体系的时代呢，你要选一个边，
你不是在这边，你就是在那边。可是中等国家现在有一些在选择，希望两边都有，或者是多个多边主义中间都有他们可能的角色。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印度，印度就会在每个地方他都希望参加，包含了上合啊等等，但是他有时候跟你一起，有时候不跟你一起，他要时常的去选择他自己的自主性。对，法国也是这样。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做的比较多的就是韩国，因为韩国跟日本跟美国讨论了一下以后呢，韩国的李在明总统就带着大家去北京，这些都是一些中等国家开始希望自己不是牢牢的只在一个阵营里面，不是一面倒的。因为在一个阵营里面呢，你时常会有跟这个阵营协同的必要性或义务，甚至这个阵营也许会把你视为当然。我觉得我们在台湾时常很理解说怎么样叫做被视为当然，就你非跟着我不可。你一定是我的小弟，那这个位置对于中等国家是最不利的。所以我看到的是从加拿大开始所接触的这种中等国家的新生呢，代表着未来可能有一部分的中等国家会快速的选择做多重的关系、多重的结盟，以试图能够在某些地方溢出美国的绝对掌控圈。是，但是他们能不能成功很难讲。确实，这次 Carney 的这个演说表达出的是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啊，就是有软有硬，可是呢，也是间接的转达了加拿大它是不畏强权的。可是实际上，像刚刚倩姐所提到的，他还是得面对他现实的经济问题。所以说，在经济上，他的战略会如何的调整啊？那当然，这个美国的盟友啊，其实不只是加拿大啊，刚刚也提到了几个。包括像南韩也是哈，这些盟国呢纷纷开始也做战略调整。今年1月以来啊，我们看了一下访问中国大陆或者即将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国家，已经超过了有5国，像是南韩、法国、加拿大，接下来还包括马上就要来的就是英国的这个首相也要去，还有芬兰也会去。那这些国家呢，清一色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所以川普是一点也不担心，盟友就算走光了也没有差，是这样子吗 ，Ross？不只有这几个国家，爱尔兰也有去，爱尔兰也是本来就是跟美国相当接近了。大家都要赚钱哦，这个也是事实了。对，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虽然这些国家有从川普1.0到拜登到川普2.0都有听到美国一些警告，比如说，尤其是在科技方面，比如说不要让中国不管是华为、中兴的设备涌入在你们的5G 系统或甚至以后6G 系统了。所以在对抗中国上，这些国家还是有跟美国的确是有合作。但是有关纯粹做贸易方面，他们还是想赚中国的钱，这个也是事实了。连川普也说了，加拿大你要跟中国签贸易协议，我也欢迎，我不反对啊。川普也这样说，所以其实我昨天有看到一个让我觉得很好笑的新闻，你们台湾驻加拿大代表接受彭博新闻访问的时候，他直接说：“你最好不要跟中国说的那么近啊。”不要跟中国加强你们的贸易关系。那请问你们台湾的第2大贸易伙伴、出口伙伴就是中国了。对，所以你们台湾外交官还警告加拿大干嘛？怎么会说别人呢？对啊，怎么还会说别人呢？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很明显，大经济体或比较 advanced economy 还是想赚中国的钱。好，所以你提到一个重点，做生意还是要做的。对。那 Carney 这番话当然是提到了加拿大，因为现实问题，刚刚提到了超过70%的出口是到美国的，所以美国川普才会这么的这个怎么讲，就好口的说呢，你加拿大是靠我美国的，所以加拿大接下来经济战略会有些调整。一定会。目前加拿大最要担心的是今年这个加美美墨加协定，对这个协定要重新谈。那美国政府已经有很多人认为，我们不要再签了，不要调整，放弃就好了。是哪一种问题吧？全部重新谈，而且我们可以跟墨西哥1对1，那另外跟加拿大1对1，三边的这个协定不用续约了。或许川普会往这个方向做，而且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当然是会给加拿大好大的压力。其实最后
达成新的贸易协议。那当然，新的协议不会像目前或以前对加拿大那么好。所以加拿大真的是在准备这件事情，万一真的发生的话。但是好像川普还有他的贸易团队，真的是有这个想法，不要这个三边的贸易协定不续签。对，可以。你觉得真的有可能发生吗？很有可能啊。OK， 还是说他只是拿来当做现在一个威胁的一个条件？但是川普还有他团队，他们在贸易方面是比较偏向有1对1的贸易协议，他们不希望有多边的贸易协议，所以或许会趁着这个机会，真的做一个，不管是跟 Mexico 或跟加拿大做一个重新的一个，就是有一个重新的新的架构就对了。现在看起来确实，川普的这个做法哈，都是走双边的，他不走多边的，很像这个。以前古代这个合纵连横，各个击破，他用的这个正好是中国的古代战法哈。那讲到加拿大，其实呢，加拿大最近还做了一个兵推，我相信大家在国际新闻上面也看到，就100年来首度模拟被美国入侵的兵推，结果这个结果非常的不乐观结果是这样显示哈。正面作战几乎毫无胜算，陆海防线最快可能在48小时内就失守，最后呢只能够退回加拿大的本土打游击战，走阿富汗模式，苟延残喘。不过现在呢也看到加拿大在经济上选择跟中国大陆走得比较近有一些合作，但是也立刻遭到美国警告，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墨加协定的谈判恐怕会生变，会有变数。贝森特美国财长更是抛出亚伯达省独立的议题那所以这次最新的，你看到在达沃斯 Carney 一讲完这个刚刚提到的这番演说之后呢，川普老大不爽，立刻发文，还说呢，我不邀请你进入和平理事会了，你被踢出去。好，那现在经济上很现实，受制于美国；军事上刚刚讲兵推又毫无胜算，所以 Carney 也只能够在达沃斯号召中等国家，我们一起来对抗。他虽然没有明讲，但指的就是美国但能够团结在一起吗？这个其实就是像加拿大这种我们叫做中等强权没有办法的办法，不然你还能怎样？对不对？刚才主持人讲到加拿大100年来首次的兵推，其实说实在啦，全世界有哪几个国家可以抵抗到美国认真的攻击？也不多。那加拿大他本来就觉得。我更是得天独厚我除了俄罗斯在我旁边近一点之外，我也没什么敌人恐怖分子也不太想来真的来找我确实，所以他其实已经在那个舒适圈太久，而且呢，他的这个整个武器系统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系统。但没想到威胁竟然最大是美国，对，竟然从南边就直接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加拿大现在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卡尼的真心话，但是呢。我们看他一方面非常的慷慨，不叫慷慨激昂，非常的这个理直气壮的把他认为加拿大应该要怎么做的这个方式讲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就事论事加拿大又能做到多少？因为我们看到加拿大，对他确实跟美国在这关税上有来有往。譬如说，美国现在科加拿大非能源的产品是35%左右的关税，那如果是能源类的话，大概10%，那加拿大回科美国的汽车零件，还有美国的钢铁、铝这些25%的关税，反正你科我的，我就科你的。好。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川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美墨加这个三边的协定，因为在今年的7月1号，它就是真的是签约，就要续约的最后的期限。川普其实已经拿这个跟墨西哥就讲过了，你不要当中国的影子工厂你当中国的影子工厂的话，到时候我7月1号之前我就不签了。加拿大也是一样那加拿大当然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加拿大我们先不要讲他怎么跟其他国家合作，他自己跟美国还是有一些抗衡的能力，在于不是武器，而是在于能源。因为加拿大它的这个整个这个石油的工业本来是它开采出来之后送到美国去精炼，然后再卖出去，所以加拿大卖给美国的原油其实没有赚太多。但是如果加拿大现在就像卡尼他们规划，要投资非常多的钱去建立很多的精炼厂，以后加拿大如果自产的石油输出不用经过美国的话，那美国当然也会有些压力。那更不用讲说，在这个卡尼他的呼吁上面，其实
很多国家心有戚戚焉，所以我看到就是说，有些国家可能会心里帮他拍拍手，那未来会不会相关的行动合作？我觉得就看川普还会做到什么地步。川普呢对委内瑞拉发动的军事行动震撼了全球，而川普的演习呢，现在似乎还不止于此啊，因为最近他又语出惊人，他说美国还需要格陵兰的震撼发言，而且呢不只是需要，这个川普团队甚至放话说可以直接给钱，全民发钱来说服格陵兰人同意加入美国。川普的说法是这样啊，他说不管格陵兰人他们愿不愿意啊，因为呢如果格陵兰不给美国的话，那么就会被中国大陆或者是俄罗斯给占领，所以美国呢不会坐视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格陵兰政府目前回应也很清楚，他说我们不卖也不想当美国人。最新的民调也显示，有超过80%的格陵兰人不愿变成美国人。而更关键的是呢，这格陵兰不是小国，是丹麦的领土啊，丹麦又是北约的成员。如果川普对格陵兰下手的话，是不是就等同于挑战北约呢？我们来看一下川普对外的手段，最近呢都是一句话，就是呢不吃胡萝卜呢就给你棒子吃啊。对巴拿马、委内瑞拉是经济加上军事的威胁，那么对加拿大、墨西哥呢是关税胁迫加军事威胁，现在对格陵兰则是呢金钱诱惑再加上军事力量的并吞。最近也听到了美国的副总统 J.D. Vance 啊，他说，请各国都必须要正视而且严肃地对待川普总统所说的每一句话。那这一次呢，看到他们对于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确实也让全球都看到了川普有些话还真的必须要认真的听一听。好，那现在看到是讲到北约这个部分呢，川普跟格陵兰之间，但是又夹着北约啊。我记得上礼拜黄老师我们也特别去提到了委内瑞拉当下被川普的这个三角洲的部队这个进入之后，那么没有想到在2个多小时，这个总统就被逮了，然后呢立刻就送出委内瑞拉的境内。好，那您觉得川普接下来要怎么处理格陵兰的问题？川普对于格陵兰的这个兴趣啊，在他很早我们就讲说当选以后吧，就已经讲得很明白了。而且不是只有格陵兰，包括加拿大作为51州，包括巴拿马运河。那现在在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公布了以后，更明显的就是美国本土，另外就是拉丁美洲。对，换句话说，这种扩张型的这种可能的孤立主义确实在成型当中，它基本上跟它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同步的。那格陵兰总共只有差不多估计5.7万人。那么对于美军如果要进去接管，它本来就有美军的这个太空基地在里面。如果用强的，就用豪夺的方式、直取的方式，事实上也没有格陵兰基本上没有力量来反抗。那它就可以长驱直入。但是动用棒子不可能吧？那不用棒子的话，就用软的啊。利诱，对，又利诱的话，你总共可以花多少钱嘛？5.7万，每个人100万美元，也不过就这些钱。对，也就这些钱。那这些钱，黄仁勋缴的所得税就可以 cover 了。不需要美国政府出钱。那么，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原则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对北约的同盟国动手，那而不是经过协商。对。尤其是宗主国所谓丹麦，不同意的情况之下，当地居民不同意的情况之下，你不用谈的方式，不用缓和的方式，要采取硬的方式，能不能接受？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可以说直接进入委内瑞拉，已经破坏了很多规则了。对，甚至是他过去自己倡导的规则。那么现在又对自己的同盟国。采取这样子的手段，那它的影响就不只是丹麦，而是整个北约、整个欧洲，甚至所有全世界跟美国号称是同盟国的或是伙伴，都会有影响。北约会坐视不管吗？北约又能怎么样？北约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已经快要束手无策了。是啊，今天如果没有美国在背后顶着撑的，
北约没有办法应付俄罗斯。那你现在再加上一个挺你的人要你的地盘啊，你愿不愿意给？我讲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北约、现在的欧盟基本上是被双方挤压。一个是侵略乌克兰，另外一个是自己背后最有实力的盟友要跟你要东西，你给不给？所以它是双重夹击，在美俄之间双重夹击。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目前还在喊话阶段，白宫讲的话太狠几乎没有转圜余地，算不算极限施压？最后是不是这个喊话只是他的手段之一？他最后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觉得还要一段时间酝酿。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已经会使得北约国家中间很多不同的意见就会越来越强烈。现在看得到北约的立场蛮坚硬的哈，就是说，当然为了要维护这个格陵兰的主权，包括是丹麦哈，但是会不会最后变成是北约、欧洲这一块就是摸摸鼻子认了啊？那怎么处理格陵兰的问题呢？要看川普在将来几个月，他对这个议题兴趣会维持这么大了。那因为刚刚Venezuela 这个行动算是很先不要讲什么规则好不好？说在美国里面是没有规则的是吧？我没有这样讲啦，你的意思是这样。但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顺利成功的行动，没有美军伤亡，有受伤的人数也不多了，而且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什么新闻说是严重的什么问题了。那么将来几个月，可能川普还是会一直讲这件事情，但是进入5、6月份的时候，他就要把焦点放在其中选举。那虽然我认为目前美国选民对这个议题不是很在乎，我没有很大的意见。不管今天有什么民调说美国人是怎么看，但是真的很在乎这个议题，我觉得是目前不是很在乎。但是他开始跑来跑去，因为川普非常希望做那个现场的造势大会，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他到6、7月份那个时候就开始跑来跑去，做那个每晚上2个小时，他会一直讲话，这方面还是非常厉害。那到时候他会一直讲 Greenland 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选民不是很在乎这个议题。那你觉得川普不会来硬的，那会来软的？那来软的话呢，他会真的让格陵兰最后变成美国的51州，还是他让格陵兰保有独立自主？可是呢，就是附属于美国。50就是不可能。OK， 这是不可能，那个国会肯定是不支持了。就像 Puerto Rico 或关岛，这个还是要给他们特殊的status 跟地位了。但是看起来川普不会放弃，所以即使在将来几个月他一直讲，然后中间时间因为其中选举暂时不讲，那到明年初没有连任的压力，也没有其中选举的压力。那或许如果将来几个月没有处理好，那到明年初还会开始再次提这件事情。好，现在欧洲的反应哈，我们也来看一下。欧洲这次反应很不一样哈，就是像法国总统马克宏呢就痛批川普说这是新的帝国主义。德国总统也发话了，这施坦迈尔他用罕见严厉的语气呢批评美国正在摧毁国际秩序，也呼吁各国不要让世界成为一个强盗窝。大家也想说，欧洲这次不忍了，因为呢，这次真的是把欧洲给惹毛了。这个美国扩张的目的呢，现在瞄准了，就是刚刚讲说，欧洲盟友也被牵扯在内。川普呢，当然也说呢，他话说也得很直，他说我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思想，真的是狂言。那美国最近内部其实也出现了一些极端分裂的情况哈，当然也让格陵兰人看在眼里，就觉得如果有一天成为了美国人，会不会跟他们一样？我们要说的就是 ICE 啊，是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不顾地方的反对，他们派人到明尼苏达州啊去扫荡非法移民，结果在一场事件当中就击毙了一名白人女性，那反而呢加大争议。大批的民众要 ICE 滚出去哈，外界更是担心会不会重演之前所发生过的弗洛伊德之死哈。Russ， 我继续请教你啊，这个事情会怎么样？会不了了之，还是
首先，杨慧，你刚刚提到法国跟德国，虽然法国总统这次讲话是比较强硬，德国总统也是讲话，也是很少见德国总统会对外交政策这样讲话。但是在德国他是 head of state， 不是 head of government， 对不对？所以他没有首相那么重要了。所以德国总统说什么，其实真的是不重要。但是你只有提到欧盟、NATO 北约2个国家而已。那欧盟有27个成员国，北约除了美国之外，一共是32，所以除了美国之外有31个会员国。那其他的国家为什么都没有说话？为什么都没有为丹麦说话？你就提到2个而已啊！你讲到重点了，其他的欧洲国家闷不吭声。大家现在都在看着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要等他们会不会赢起来，会不会真的很为他们的好朋友丹麦？你觉得会出来为他们发声吗？会，我觉得将来越会，但是会不会有实质的动作，目前真的是一个问号。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是下礼拜召回他们驻美大使，为了表达他们对美国政府不满，他们敢吗？不知道，好像目前为止真的是不敢有类似的很实质的动作，所以欧盟到底或北约国家到底会做什么？真的目前真的是一个问号。那明尼苏达的事情呢？这个风波会不会越来越大？会，当然。你觉得会啊？会，对，川普不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要看我刚刚说的，要看他会不会天天讲，会不会或者因为美国其中选举先暂时放弃，目前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真的不会，川普政府真的不会放弃这件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案，用钱的。我相信你替黄仁勋出钱，因为以后改名。荒 land， 你也姓黄，所以你也会很高兴，对不对？Greenland 可以改成荒 land。好，所以你应该不用签证了。你认为明尼苏达这一次的这个白人女性被枪杀的事件，这个会越来越严重？会，有很多不同的理由。本来也是很多美国人是支持川普政府对非法移民的这些强硬的动作，也有很多人是反对，尤其是在算是一个蓝色州 Minnesota 算是 blue state 是支持民主党比较多，尤其是在 Minneapolis 这个大城市算是非常左，选民是非常，尤其之前发生过黑人被枪杀。那另外进入这个杀人案的调查，那已经有非常严重的州政府跟联邦政府的分裂，因为联邦政府已经说清楚。地方检察官，我们不帮你啊，什么资料啊，我们都不配合了，所以你要对这个联邦执法院进入一个调查，我们帮不了，我们非常反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少见，有州政府跟联邦政府有这么强硬的这个不同意见，所以。从这些事件也可以看到，说现在你比如说美国内部它自己有自己非常严重的问题，哈，中央跟地方就是联邦政府跟地方政府、地方州政府之间有很多的冲突。好，那格陵兰人看在眼里，除了这个格陵兰以外呢，加拿大人也看在眼里啊。现在加拿大也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地缘政治可能会出现一个关键的变化。如果美国把格陵兰拿下来以后啊，为什么？因为加拿大呢会被美国从北极方面呢完全给包围。所以前加拿大驻联合国的大使叫李博，他就警告，他说川普根本不把加拿大的主权当一回事。川普先前就说过，加拿大可以变成美国的第51州。那现在加格陵兰呢？哇，现在52州。当然，这个 Ross 刚才讲说不可能啦。好，那现在加拿大军方也已经讨论要建立40万人的民防部队来因应外来威胁。而加拿大总理Mark Carney。他即将要访问中国大陆，在这个时间点也特别令人玩味。好，所以川普把盟友们特别包括北约的也好，现在连加拿大也好，搞的是天怒人怨。那会不会逼使美国的盟友？聂老师觉得找新靠山，然后呢，甚至反正这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就有可能转而跟中国大陆这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呢？好，现在美国真的是内忧外患。内忧刚刚讲到的这些使我想到拜登的时候，弗洛伊德事件，现在又明尼苏达这个移民这个妇女这个被枪杀的事件。那我们讲这个外患哈，我们讲外患为什么要这样叫外患呢？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啊，
我们人也一样，国家一样，其实有2样东西非常重要，但这个东西，这2样东西，这个人都一直在突破它，一个叫法律，一个叫道德。什么叫国际法？是大家定出来的，但是他说我是定义是由我来定的，我说什么是国际法就什么国际法，这完全没有法律基础了。第二个呢，道德观，我相信现在一个一个跳出来讲话都跟道德有关。你不管是法国、德国那些小国，他怎么敢讲呢？他一个帮派里面他有层级之分啊，小弟们他不敢讲话的，他就大哥发声就好。这里面当英国不发声，因为英国也比较特殊啦，他跟美国关系以及他也不是欧盟国嘛，他也脱欧了，甚至欧元都不使用。好，我现在不说这些东西，我要讲的是说，他今天要并格陵兰难不难？太容易了，讲不然他有军事在那边，格陵兰不过58000人，这么小的地方，整个台北市只有1个人，他40平方公里里面只有1个人，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只有5万多人。那么冷，靠近北约，你如果地图放大放平的，看起来比美国还大，你知道？当然它没有美国大，只有美国1/4。现在一个重点就是他拿不来，他为什么要拿？稀土嘛，他一上任就看到了，他自己产180万吨，格陵兰50万吨，他早就觊觎他，早就想拿了。当加拿大有80万吨，当加拿大要拿加拿大的理由很多啦。当他能够拿它变成51州，那美国可能就更稳了。不管是各种这个理由都有。我现在讲拿下加拿大也不难，你看卡黎当时抵抗他的关税多么的抵触，最后是不是也是臣服了？因为美国力量真的很厉害，他就3个霸嘛，霸权十足，霸道行径，霸凌其他的国家。我先讲一下，世界上有一个叫做联合国，联合国做什么？维护各国的主权。刚一直提主权，不管大小国家都要维护，但是唯有在主权平等、互不干涉之下，小国才能生存。讲不完谁来维护？以前大家认为这个有军事、有美元来维护都算了，我们就有你美元，有你军事保护。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叫正义，还有一个东西叫道德。我刚讲到，我跟你讲，正义还有要让人家信任，这个东西这样一下子瓦解了。小国还是不敢说，他要找替代品，就是你讲的，他会不会绕道去找别的地方释出善意呢？不管是小国，甚至欧洲这些国家，他已经对美国已经没有信任了。这时候他是不是要找一个保护的替代品？因为看起来中国就是唯一能够可能未来跟美国抗衡的，不管在军事科技，但是有没有强到这样，我们不知道。就他要找到未来的替代这个保护的这个护主呢，必须要强而有力的一个基石。所以呢，你必须让这个小国认为长期可靠。目前呢，我们知道世界上你不可能好像说历史从以前就这样，中立是不可行的啦。我们虽然允之绝中，我跟你讲，你互不得罪，最后就会受伤。你一定最后押宝，以前押美国，就会发觉押错了。我跟你讲，未来就会慢慢押过去。就你刚刚讲的这件事件，从这次的跨国这个元首绑架事件，你看到这个人为的黑天鹅会造成全球真的，我们讲小国一定会，只是不敢发，一定会向中国靠齐。但是加拿大。这个欧洲，它有不太一样的肤色和人种，还有它的历史渊源。但是在道德法律之下，我觉得商炮就像2战一样，讲嘛，俄国是跟这其他国家一起打德国的，这个是有机会慢慢靠过去。只要中国一直忍，一直释出善意，一直用其他友邦，不管在军事或者贸易上，尽量做自由贸易或者军事合作，我讲美国就被出局了。白宫在上个礼拜发布了新版的 NSS 也就是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当中呢就尖锐批评了欧洲政策现在这个事情呢，在欧洲已经开始发酵了。川普在接受 Politico 的专访时呢，他持续上周对于这个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当中的激进论调他就在访问当中直接说，他说大多数欧洲国家正在腐朽，他认为呢，欧洲的移民政策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而且呢，把矛头指向了政治正确这件事情，说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让欧洲变得更软弱，甚至他还语出惊人的表示说，欧洲领导人当中有一些真正的笨蛋 ，real stupid ones 这个用到，当然川普的言论常常就是你是 stupid 或是说人家是这个不可理喻什么的。好，那当然我们说现在在欧洲发酵了，欧盟理事会主席立刻反击。他说：“我们无法接受威胁干预欧洲政治的行为，美国无法取代欧洲公民来决定哪些政党好，哪些政党不好。美国无法取代欧洲来决定美国对言论自由的看法。意思是你美国有你自己的看法，我尊重，但请你不要伸手插到欧洲这边来，你管太多了。”好，所以说现在看起来美欧的关系，最近这几天大家一直在讨论，是不是真的生变了，或者变得越来越糟糕？川普对于欧洲的政策真的是面临很大幅度的调整，甚至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吗 ？Ross？
首先，我们不得不说，川普根本不在乎这个 Costa 说什么，因为川普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对他来说，欧盟的对口是 von der Leyen。对，因为他已经跟 von der Leyen 很熟，尤其是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对口都是 von der Leyen。而且，其实我们欧盟之外的人就是很难懂这些欧盟里面不同的委员会、执行委员、主席这些位置，找那个最大就好了。这好复杂。对。但是对川普来说，他根本不在意这个 Costa 说什么。而且川普还有他的团队，不管是川普本人、副总统 J.D. Vance、国务卿 Marco Rubio、一些共和党及国会议员，他们对欧盟的态度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所以他们不会突然说一些比较友善的言语对欧盟啊，他们还会继续将来会继续批评啊，不管是哪一方面，比如说最近几天。欧盟对 X 平台罚款，那又给美国政治人物、美国政府一个 reason 来攻击欧盟啊。对本来是因为移民或国防投资不够等等啊，但是欧盟这个罚款，针对 X 罚款，那就让美国非常非常火大了。所以美国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理由来批评欧盟，这个不会改变了。对，那大使您怎么看？因为现在想说，如果美国跟欧洲之间，因为长期以来是盟友的关系啊，盟国的关系，可是川普的话常常听了就会让人觉得很反感。如果你是欧洲的领导人，尤其英法德这几个，然后大家现在可能在想说，我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笨蛋之一？其实川普对欧洲一直都有看法啦。那其实很多这些美国的这些媒体也说，他说现在美国从他的这个最近这个国安战略报告，他说已经不是蔑视欧洲，是敌视欧洲了。而且他们在里面已经发觉了，事实上 Financial Times 他说他发觉美欧之间已经出现意识形态的鸿沟。而他这次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特别讲了一句话，让欧洲人听了有点毛骨悚然，就是说，美国政府将在欧洲各国内培养对欧洲现行发展路线的抵抗，意思就是我颠覆你了，我控制你的政治了。所以最近这个美国有一个杂志有一个杂志，他突然写了一个报告，他说。这一次的国安报告有2个版本，一个是长篇，这是33页是短的，还有一个长的是不公开的，里面明确讲说，美国川普政府要颠覆，要把其中4个欧盟的会员国把它怎么样反正叫它脱离欧洲。哪4个？这猜就知道，匈牙利、这个荷兰不是匈牙利、意大利，还有什么波兰这4个。对。那当然就是说，后来川普的发言，这个白宫发言也没有说我们没有那4个，他只是说我们只有1个版本，没有秘密版本。他也没有出来。所以现在欧盟的问题，我觉得除了长期以来对欧盟，川普就有他看法，因为川普前2天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以前像伦敦，我去伦敦、巴黎，多漂亮啊，多怎么样的，他现在简直惨不忍睹啊。其实欧洲是没错，欧洲所有大城市现在都基本上不是小偷就是强盗，然后呢扒手满街都是，那比美国大城市还严重。所以呢，事实上川普可能就是说，他认为他的祖先是欧洲来，他有点看不下去。不过我认为现在有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俄乌战争欧洲的做法也彻底激怒了川普啊。我现在美国已经在国安报告讲，就是说要赶快结束俄乌战争，重修美俄关系，就是你欧洲那边做对。所以川普对欧洲的骂的已经是很清楚了。他说这些人怎么讲呢？根本不晓得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事实上做的这些很多事，不仅是妨碍到我美国，对你们欧洲的前途也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做法。但是川普为什么自己也不检讨？是美国？也许不是他在任的时候决定，就讲到这俄乌战争，这欧洲现在的议题，难道不是美国自己把欧洲给拉下来吗？美国怎么拉下？就俄乌战争呢？俄乌战争，川普常常说，如果我本来有连任成功的话，普京不会动手，对不对？川普那当然就推给拜登嘛，他的前任嘛，推给拜登嘛。对。
但是川普也是认为这个战争还是欧洲要负一些责任啊。虽然我们可以不同意川普这个说法，但是真的相信。欧洲在背后支持乌克兰，然后乌克兰不管是在东部有推很多乌克兰化的政策，比如语言方面、文化方面等等。那川普真的是认为这个是激怒普丁有理由动手。虽然很多人是反对川普这个思维，但是川普真的是往这个方向走，所以。他真的认为这个战争不是100%普丁要负责，他还是认为欧洲有一些责任。所以因为这个理由啊，不管欧洲说什么普丁维权等等，那川普还是会他看这个问题，还是会把一些责任推给欧洲，他不会100%认为都是普丁的错。但是世人不解的是说，为什么？美国要建立一个美国心目中的欧洲，那欧洲自己不能够自己建立自己的欧洲吗？为什么一定要美国人觉得说，我觉得欧洲应该什么样子？包括像说巴黎、伦敦都变得现在不是我以前的样子了。那本来要把世界都变成美国想要的样子，现在已经退步了，只管欧洲了。好，所以提到了俄乌。《华尔街日报》呢最近就披露说，如果川普最终选择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啊，并且向安全议题上面呢，向俄罗斯让步的话，欧洲已经有多个国家正在密切考虑要用极端手段来回应啊。那包括采取被形容是核选项的金融报复措施，要来动摇美国的经济稳定。意思我们就来个鱼死网破哈，你不让我好过，我就不让你好活。那重中之重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美债啊，到2024年12月为止哈，英国讲到了美债呢，英国持有大概是7227亿的美元的美债，然后呢，欧盟成员国呢大概合计啊，大家加起来的1.62兆美元的美债，两个这样相加是2.34兆美元的美债，折合新台币大概是73兆，其实算蛮多的哦。那也让欧洲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外部持有集团。但是说动用核弹级的金融手段哦，应该只是说嘛哈，应该不会是真的想这么干嘛。当然，延续刚才 Ross 跟大师讲的哈，就是说基本上欧盟的存在是避免法德两个国家打起来。那欧元的存在是为了抗衡美元，可是欧元的价值是建筑在美债之上，而现在世界越来越往右边靠的时候，每个国家的利益又不一定跟欧洲整体利益是一样的。那诚如刚才Ross 跟大使说的，事实上全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可是中国跟美国永远都不应该是个竞争关系，真正竞争美国的是欧洲。我们来看世界的权力结构现在是不是进入到一个即将要调整的阶段？好，是不是被川普有可能改写呢？为什么这样说哈？因为最近有许多家美国媒体接连的爆料说，川普正在酝酿一个想法，他要颠覆战后秩序，有一个全新的核心五国C5的这个架构。那这个架构呢，这核心五国是哪五国呢？就是美国、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印度跟日本。这核心五国未来希望能够取代原本的 G7。可是你会看这个 C5啊，它不是美国的盟友，不是传统的美国盟友哈，那也不是什么价值同盟，而是全球现在最关键的5个国家，就是刚刚特别提到了中美俄印日。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5个国家全部都是硬实力的玩家。好，但是大家也就发现了，奇怪，怎么看了一下，没有英国，没有法国，没有德国，没有整个欧洲因为欧洲就是以英法德3个是最主要的这个强国，整个欧洲被直接踢出局。俄罗斯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呢，他说了一句话，就点破了这个 C5的本质啊。他说这就是对欧洲的公然侮辱，也是在宣告欧洲已经不再是全球主导者之一。这句话如果听在欧洲的这些领导者耳中呢，真的可能不是滋味哈。所以马老师，这个我们都知道，川普他一向是非常崇尚强者作风，而且你越强，他越尊重你。所以他说呢，普丁很强，我尊重他；习近平很强，我也尊重他，我跟他还是好朋友。可是当然，目前
美方是说没有啦，没有这个 C5的这种说法了哈。可是这个难道是空穴来风吗？现在它的 C5，它背后的一个想法，它的逻辑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可能不见得是空穴来风，主要的理由是10月30号这个美中领导人在峰会的时候，大家记得的话，川普说 G2 在过去不太被提出来，但是被川普提出来，然后我还想说是不是他讲错，就没有在接下来1个月里面，川普讲了6次。那也就是说，他现在在川普眼中的中国，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这个对，就是等于说跟他有一点类似平起平坐，才会被称为 G2 嘛。那如果这个想法继续延伸的话，刚刚所提到的 C5，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按照他的这个思维模式来看，因为这5个国家 GDP 加起来占全球45%。人口占了42%哦，然后军事实力的话，中美俄大概就分占前3名，日本排第8，印度排第4，所以基本上这个就相当于是过去联合国的5强。那过去联合国的5强是在2战体系之后划定，已经80年了。那这里面就这个英国跟法国就被拿掉在 C5里面吼，所以你看得出来他的思维上面非常符合川普的这个思维形式，就是强者说话，而这些他挑出来的强者有一些特性，就是这些国家都跟太平洋有点关系吼，其中4个国家是包含俄国，它有这个远东地区的这个军港，所以其实他们都可以伸手到太平洋这边来。那连着就是印度，像印度洋，所以你可以看出他思维里面未来的印太可能它的重要性远高于过去我们讲的心脏地带近东，或者是像过去我们认为欧洲是这个世界国际舞台的主体哦，看起来就整个往这个方向移。然后另外更重要是这里面它有共产主义国家，有威权国家，民主国家。换句话说，对川普来讲，意识形态一点都不重要。他打破对过去有东西对立，所以俄罗斯跟美国不会在一起，也不会跟中国在一起。然后有南北对抗，有发展中国家跟工业国家的对抗，但这些对川普来讲一点都不重要。这里面有发展中国家，它也有工业国家，然后它既有共产主义国家，也有民主国家。所以我觉得对川普来看，这 C5被提出来，感觉上就是这一切意识形态都不再重要。但是 C5的组成会不会很困难啊？你光是 C5里面光是讲说美国好了，美国川普一讲说美国优先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那其他 C4， 对，那另外4个不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个都要伟大复兴国家，我觉得要成型真的不太容易，这里面矛盾很多，客观上来讲。但是川普是一个特别的人，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在任的4年内，也许他有这种想法，说不定会往这些方向走，而这些方向好像透露出他内心世界的一些东西。但是长期来讲，要回到建制派或是传统的美国来讲，我觉得要达成这样的 C5的概念新组成，我觉得还是困难了。对，不过对这个 G7 里面的这些欧洲国家来说，情何以堪啊！这个原来除了这个 Great 以外，还有 Core， 就是没想到还有更核心的，就是这个 C5啊，但是我们却不在其中。所以呢，最近大家也在看的一件事情，就是美欧之间的裂痕会不会越来越大哈？因为川普毫不讳言的公开批判这个欧洲都是一群软弱的领导者。还点名了说，欧洲从移民问题到俄乌战争，甚至呢还对美国企业开出了巨额罚款啊，当然都被川普认为是在扯美国的后腿。媒体更是指出，他们整理了一下，在川普眼中的欧洲问题，至少有包括国家安全和武装都在搭美国便车；经济上奉行保护主义，用巨额罚款惩罚美国的科技企业；还有政治正确绑架决策啊，移民跟意识形态呢拖垮了整个欧洲的实力。对于中俄呢，只会喊口号，却不愿意承担代价，独自留美国在前线苦撑。好，真的是毫不隐瞒的表达他的不满啊。那所以回到川普最想的是欧洲要怎么配合他？当然，他的第一个考量还是贸易经济方面，所以其实今年跟欧盟达成的贸易协定，对川普来说算是一个大的胜利了，因为美国可以调高关税，欧盟没有调高对美国的产品的关税，那另外欧盟同意答应川普大金额投资美国，所以第一个考量是经济，那另外第二个考量就是我们刚刚有讨论到北约国防这个议题，那北约成员国家大部分在最近几年也是开始提升他们的国防投资了。
所以某个程度上可以说，川普在这方面也是达到目标了。所以现在在打什么？那就是一个文化战。美国国内会叫做 culture war， 所以美国跟西欧国家的确是进入一种 culture war 啊，这个很难解决。因为对川普还有美国共和党、美国右派保守派来说，连欧盟的传统右派政党也是太左了。所以美国这些政治人物，比如说 J.D. Vance 副总统等等，都越来越愿意公开表态支持最近几年崛起的欧洲极右派的政党，因为这些政党都是有非常保守的概念，不管是因为你刚刚讲说，就算他们是极右派，但是在美国的这个你刚刚讲的那一群人眼中，还是属于偏左的。我说传统的欧洲右派是太左。所以这些美国右派政治人物才开始支持这些极右派的政党，比如说 Reform UK 或这个德国的 AFD 等等。美国这些保守派的共和党人士愿意公开支持这些极右派的欧洲政党，因为他们真的觉得欧洲在文化方面真的是实在太左了。所以那这样美国不是管太多了吗？管到人家文化去了。他们愿意说什么，他们就可以说什么，对不对？欧洲国家也没办法禁止美国总统、副总统说什么，所以而且其实对美国右派来说，这是非常非常方便。我说你可以批评这些外国的政治人物，那你就可以在国内也可以打知名度。所以你看好未来美欧之间的关系吗？现在有说裂痕会越来越大。其实。不管吵来吵去，这些文化议题、移民等等，重点还是在贸易方面啊。川普真的希望可以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改善一些过去的贸易问题。OK， 好，所以这个刚刚提到说，川普的想法其实很多，又想把这个 G7 改成 C5 哈，用 C5 来取代这个 G7 哈，甚至之前本来说呢，希望考虑让俄罗斯重返 G7。然后呢，考虑让中国大陆加入，然后变成 G9 啊 G9，但是都遭到欧洲强烈的反对。更关键的就是呢，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哈，在川普2025的这个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呢，已经不再强调跟中俄之间的超级大国竞争，好，非但没有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更把美国描述跟莫斯科之间重建战略稳定的调停者，哈，说美国就是当居中的协调者。好，就连多年来的这个对中国大陆的核能力的扩张，在新的这个 NSS 报告当中呢，也被轻轻的一笔带过啊。所以刚刚讲了，不管是 G7， 然后邀请俄罗斯加回来，然后呢，或是再加一个中国大陆哈，美国似乎跟欧洲好像渐行渐远了。同样的问题就是，刚才 Russ 您觉得文化可能是一个最 critical， 而且是很困难的哈。除了这个贸易战啊，或是其他的一些部分，那在最新的美国国安战略当中，现在又看到对于中俄之间的这个还有美国之间的这种竞争啊，轻轻一笔带过哈，所以未来哈，这个整个世界的秩序会是如何？孝伟兄怎么看？今天欧洲在这个乌克兰冲突中让川普彻底看破了手脚，也就是他认为你欧洲人根本就只出一张嘴，钱也不愿意出然后这个那个武器装备出的少少的。那但是其实又要一个更残酷的现实，就是说，其实在经过20年的反恐战争之后，美国的军事力量其实有了很大的转变。不可否认那20年前美国的军事力量全世界最强。其实说真的，即便到了今天，美国军事力量在全球也依然是最强。但是美国现在在那个全球军事力量最强的这个背景下，它其实已经面临到，特别像中国大陆，它强力的这样一个挑战。